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卡皮，今天更新《王者祭典》第2话。小兰将刚参赛报梦放在精灵中心休整，转过身却被一个匆匆忙忙的身影撞到。那女孩子似乎急着去参加比赛，小兰看到衣服立马就认出来，那应该是一休地区的训练师。小霞这边向樱花姐姐提交道馆设施改良的申请书，因为自己馆主资格暂时被没收，小霞希望以樱花姐的名义去申请。樱花姐爽快答应了，转过头猥琐一笑，问小霞：“你和赤君在一起怎么样了？”小霞脸颊一红，又羞又怒，我们只是偶尔见一次面而已。旁边的小南跟着帮腔说道：“他们一直在一起哦。”小南一边说，一边在脑海里勾勒出一个美男子形象。小霞一口老血差一点喷了出来，这是哪跟哪啊？我们确实是偶尔见一次面啊，你在那里自己妄想个毛线啊！再说我的理想型是那种又高又帅、温柔成熟又包容的男生，才不是这种毛头小子呢。小兰失望地说：“原来你们没有这个和那个啊！”小霞头都要爆炸了，这姑娘也太八卦了吧。这时候一个小帅哥走过来跟小霞打招呼，打破了尴尬的局面。小霞抬头一看，竟然是上届红年大会的优胜神奥地区湖滨道馆主电次。按照馆主辈分，电次称呼小霞为前辈，谦虚的称呼自己是新人。小霞则烦躁的让他不要这样称呼自己。小霞和电次在这边聊天，小兰则在一边感叹，这次的比赛精英也太多了吧，居然汇聚了这么多现任馆主。一想到自己要和这些精英竞争，心里还不由得有点发虚呢。电次注意到了小兰，和他打了招呼，得知小兰来自真心之后，电次想起了赤。小兰惊讶地问他：“你认识赤吗？”电次说和赤交过一次手，血气方刚样子和自己一个好朋友很像，他嘴里的那个好朋友就是神奥地区四天王大叶。小霞看一眼手表，惊呼道：“赤的比赛应该已经开始了。”小兰和小霞要去看赤的比赛，邀请电次一起来。电次本来想等大叶，不过想一想，也许看一看这位昔日对手的比赛更有趣，于是欣然前往。赤和阿奇拉第2场比赛已经正在激烈进行了，本来赤想趁热追击，继续使用皮卡丘，但是阿奇拉第2只宝梦是穿山王，赤于是派出了水系宝梦拉普拉斯来对战。穿山王和穿山鼠的习性一样，喜好干燥，不喜欢水，而且怕水。虽然生活在干燥沙漠或者洞穴里面，赤就是根据穿山王这个特性选择拉普拉斯来压制他。赛场上，赤人对面只是地面系的穿山王，应该很轻易的就可以获胜。他让拉普拉斯发动高压水泵攻击，没想到穿山王居然正面把攻击给挡了下来，大家都惊呆了，高压水泵竟然对穿山王无效。阿奇拉得意的一笑：“我的穿山王是不怕水的。”这点大家应该就可以知道了，这个阿奇拉原型绝对是无印动画第8集那位拥有穿山鼠的训练家了，他也是会让自己的宝梦克服属性缺陷，做了很多刻苦的锻炼。好了，再回到漫画，只见穿山王旋转着飞向空中，然后向地面砸去，一击地裂，将比赛场地砸出一个巨大裂缝，整个场地几乎裂成2半，拉普拉斯直接被秒杀。毕竟这可是一击必杀的招式，赤气得只想挥拳头，水居然对穿山王没有效果。阿奇拉说：“很惊讶吧？这是我训练的结果，我从来就没有原谅过穿山王这种天生就怕水的弱点，而是在他的弱点上加紧训练，让他跳入水中去挑战种族的极限。因此他的甲壳比其他同类更加坚硬，最终成功克服了对水的恐惧。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，就是一起去超越种族界限，成为究极精灵与训练师。”电次在看台上表示十分佩服，穿山王居然克服了对水的恐惧，这就是自信的原因啊！看来又是一个热血沸腾的家伙。想要看到观众看台另一边有一个熟悉的身影，那个人是绿，他特意跑来看赤的比赛了。赤思考一下，再次派上皮卡丘。虽然赤一如既往的嗓门大，口号响，自我鼓励的话比谁说的都要多，但他这一次该怎么赢呢？电系皮卡丘他的攻击对地面系的穿山王可是没效的，但是穿山王的攻击却很强势，该怎么办呢？赤系迷你皮卡丘使用高速星星，穿山王则使用高速旋转应对，将高速星星瞬间弹开。赤皱起眉头，是应该让皮卡丘阻住穿山王的旋转，还是找个空隙进行攻击呢？阿奇拉这边则完全不慌，地面系穿山王对电系皮卡丘完全占据上风，只不过应该留意皮卡丘那个比大阵风还快的速度，慎重一点话，这局取胜应该很轻松。穿山王挖洞，阿奇拉准备使用一些战术来对付皮卡丘。穿山王听人命令，迅速钻入地下隐藏起来。这有点慌了，这样一来，不知道穿山王会从什么地方突然钻出来发动攻击。他让皮卡丘使用电光石火来进行高速移动，没有对手的同时让对手无法锁定自己的位置，这样穿山王就无法发动突然袭击了。穿山王的速度也是很快，
在皮卡丘高速移动的时候，川上王突然从地面的裂缝里跳了出来，瞄准皮卡丘就冲了上去。这立刻作为反应，那皮卡丘使用铁尾反击，一击铁尾甩向川上王的面门，结果居然没有打倒，是影分身吗？是惊呆了。看台上的电刺解释说是替身，川上王消耗了自身1/4的体力创造出来的能够独立行动分身。这让大家惊讶的时候，真正川上王从皮卡丘后面冲出地面，使用劈斩砍向皮卡丘。眼看川上王一招下去，比赛就要结束了，但皮卡丘果然没有让赤失望，使用硬化的尾巴硬生生的挡住了川上王的劈斩。是说道：“我们就要大反击了，皮卡丘。”阿奇拉微微一笑，有一手，不过呢，我们还是有胜算的。阿奇拉命令川上王再次挖洞，川上王又跑到地底下。不论皮卡丘使用什么招式，电系暴梦对付地面系暴梦就是一种弱势，更何况自己的川上王已经克服了自己弱点，而且又是在地底下，皮卡丘任何的攻击都是没有用的。这边出奇的冷静和自信，我的目标可是世界最强啊！这让皮卡丘对着地面的龟裂缝隙释放高速星系，攻击顺着裂缝钻入地下。因为川上王在地下挖洞，使土地变得宽松起来，高速星系释放能量就在土地的龟裂当中。紧接着，皮卡丘使用大招神离，巨大的电击将整片土地炸裂，比赛场地被整个掀了起来。阿奇拉惊讶地叫出了声音，但是还没有结束，雷电引起的爆炸将土地掀开，藏身于地下川上王也一同被炸了出来。皮卡丘高速移动，在川上王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，一击铁尾直接进入了川上王脑袋，川上王最终失去了作战能力，吃了成功胜出。如何才能成为世界最强？不论状况多么恶劣，不论对手多么难缠，都能取得胜利的话才是最强。吃的目标就要超越属性，突破界限，达到最强的境界。阿奇拉由衷佩服吃的头脑和皮卡丘作战能力，居然能够打破属性相克来战胜自己，真是一个强劲的对手。阿奇拉和赤说道：“千万不要输啊，你可是赢了我呢。”赤自信回应：“在拿到优势之前，我是不会输的。”小阿十分惊讶，没想到皮卡丘居然赢得在属性上克制自己地面系暴梦，而且还是用那种方式，太乱来了。可是还让人惊讶到想要鼓掌。小阿告诉赤，刚看见绿在对面的观众台上观看比赛，赤往那个方向一看，绿早就已经不在了。两个人的约定就在石英高原精灵大会最后的终点决一胜负，在那之前叙旧什么的也许是多余的吧。绿这样想着，悄然离开。电刺只是赤的失误之处，在拉普拉斯对战川上王的时候，赤万没有想到居然会有不怕水的川上王。在高压水泵被弹开的时候，他被吓得忘记了下命令，这是非常致命的错误。胜负就在一瞬间，太轻敌果然会输得很惨。这第一场预选赛可以说也是险胜了，赤心里有点紧张起来，再也不敢大咧咧的盲目轻敌了。这只不过是场预选赛，队伍的水平就已经如此之高，如果是正式比赛的话，那又会是什么样的一场激烈厮杀啊？几个人聊着天，突然看到同一个地方挤满了人，大家好奇的凑过去看热闹，难道有名人大驾光临？小阿看清了人群中的焦点之后，不由得惊呼了一声：“来者何止是名人，简直就是大有来头的名人啊！”原来被人群围拢起来的是4个拥有本战权的种子选手，世界公认的超一流训练师，石云高原的4大天王。这场比赛真的是越来越精彩了呢！我是卡皮，咱们下期见。